許多50多歲的男性訓練如健美運動員，卻感到身體狀況越來越差。真相很殘酷，海豹突擊隊並不是為了看起來強壯而訓練，而是為了在極端壓力下保持功能，持續數十年。當你追求肌肉充血和鏡子前的效果時，這些操作者正在鍛造一種在60、70或80歲時依然不屈的力量。今天我將講解海豹突擊隊依賴的4個動作，並不是為了變得肌肉發達，而是為了保持身體堅不可摧。這正是你50歲以後所需要的。在本視頻結束時，你將明白為什麼你一直被告知的關於你這個年齡段的力量訓練觀念完全相反。農夫行走可能是全世界最被低估的鍛鍊動作。當你們這個年紀的男人還忙着做二頭肌彎舉和臥推時，海豹突擊隊員卻拿着重物走路。就這樣，沒有複雜的器械，沒有花哨的技巧，就只是負重移動。結果本身就是最好的證明。依賴這種動作的作戰人員能夠保持身體功能強健，依賴這種動作的操作員可保持強壯，直到50、60歲無傷病。為了鍛造一個實用的身體，而非追求海灘身材，大多數人完全沒注意到這一點。農夫行走不是專門鍛鍊握力的動作，他們是對全身的全面考驗，每走一步都迫使你的脊柱抵抗塌陷，同時讓你的核心肌肉自發地積極啟動。你的肩膀在實際負重下能夠穩定支撐。這正是那種50歲後退化速度最快的神經肌肉模式，也是預測你75歲時是否能夠獨立生活的關鍵。大多數男性會忽略這項訓練，因為看起來太簡單了。這種簡潔恰恰是它奏效的原因。下面教你怎麼做：拿起啞鈴，站直，肩膀往下沉並往後收緊，核心繃緊，就像要迎接一拳一樣。然後走路，動作要控制得當，堅定穩重，不搖擺，不傾斜，呼吸保持平穩。你看起来像是不在乎，實則在意一切。那種從前臂經過斜方肌直達臀大肌的緊繃感，那是你的整個後側肌群同時激活。初學者建議使用輕型啞鈴或壺鈴，選擇既能挑戰握力，又能讓你保持完美姿勢走完20米的重量。如果你的肩膀不自覺地抬起来，或者下背部彎曲了，說明負重太重了。一次用一只手像提着手提箱一樣的负重行走是一個很好的入门动作，還能極大刺激你的核心肌群。中级階段逐漸增加負重，直到最後10米，感觉像是在拼盡全力。每組之間保持30到40米的距離。你每組動作應該略感吃力，但必須完全控制住動作。进階階段，重量加大，距離加長。每只手拿着相當於你體重1半的重量，距離50米或更遠。如果有陷阱感可用，可以使用它來承受更重的重量，同時減輕關節的壓力。3至4組，休息時間盡量少。你真正鍛鍊的不僅僅是握力，甚至不僅是肌肉。重建運動基礎，以便行動自如，無需依賴輪椅。每一步負重行走都是你的神經系統與重力持續進行的一次細微協商。而且過了50歲以後，如果你每年都忽視它，這種較量只會變得越來越艱難。熟練掌握這個動作後，接下來我們要學習的動作會更加容易理解，因為它將農夫行走鍛鍊的力量以相反的方式發揮。引體向上是衡量真實力量的最古老測試，不是機械般的力量，也不是借助輔助的力量。你的身體、一根槓鈴和地心引力，這就是全部關鍵。海軍海豹突擊隊員做引體向上不是為了炫耀，他們做引体向上是因為拉起自身的體重能力是評價功能性健身最直接且最真實的指標之一。有趣的是，那些能夠持續做引体向上的50多歲和60多岁的男性，他们的肩部健康狀況、身體姿勢以及上半身耐力明顯優於那些選擇避免做引體向上的人。這不是為了炫耀做10次，這就是關於能夠支撐起自己的體重。但是大多數50歲以上的男人都會完全誤解這一點，他們要麼完全避免做引體向上這個動作，因為覺得自己的肩膀承受不了。他們在單槓上只做半個引體向上，下巴幾乎沒過橫杆。這兩種都是錯誤的。敵人不是肩膀本身，而是肩胛肌肉無力和肩胛骨的控制不佳。正確完成引體向上，實際上是在修復肩帶，而非造成傷害。大多數男人只需要掌握一個動作模式，就能發現這一點。這就是正確執行的樣子。你握桿的寬度略寬於肩膀，且在離開地面前就收緊了背闊肌。想象彎曲槓鈴桿，將肘部拉向臀部，從完全懸掛到下巴超過槓鈴桿，動作如同一體的移動。不要停頓，不要猛拉，不要借助慣性。下降的過程和上升一樣重要。
緩慢且有控制的下降身體。好處就有一半在這兒。初學者應先從死懸掛開始，懸掛在單槓20到30秒，可增強握力和肩部穩定性，為拉力動作打基礎。接下來進行肩胛骨拉動，不要彎曲肘部，只需在懸掛時下壓並收回你的肩胛骨。當你準備拉起時，可以使用環繞在單槓上的阻力帶輔助，專注於感覺背闊肌的發力，而不僅僅是手臂。中級階段目標是以乾淨且可控的動作範圍，每組完成5到8次，在最高點停留2到3秒，緩慢下降3秒。真正的力量不是來自重複次數的多少，而是每一次動作的質量與專注度。使用10到25磅的負重帶進行進階訓練，會顯著提升訓練效果。嘗試弓箭手引體向上或 L 做引體向上，便是動作要求全身緊繃，暴露身體的薄弱環節。引體向上能幫助50歲以上男性恢復力量。對上半身的自信。當你能夠控制頭頂上的自身體重時，你的姿勢會改變，肩膀的疼痛通常会消失，你的體態也会不同。這直接延續到下一個重要動作。這個動作幫助海軍海豹突擊隊同時增強耐力、心理韌性和下肢力量。Burpees 是大家都討厭的動作，幾乎沒人能做對。海豹不會用波比跳來懲罰訓練者，他們之所以做波比跳，是因為沒有任何單一動作能像波比跳那樣對身體的挑戰最大。深蹲、平板支撐、俯臥撐、跳躍和着陸形成一個流暢的連續動作流。對於50歲以上的男性來說，全面的身體需求正是關鍵所在。你的身體在現實生活中不会以孤立的肌肉去運動，它是一個整體在運動。波比跳鍛鍊整個身體系統。很多人其實不知道的是，波比跳不是有氧運動，而是一種協調性訓練，同時極大挑戰你的肺活量。大多數男性波比跳時的問題在於動作質量，而非體能。他們倒在地板上，隨意地做俯臥撐，然後像要向前跌倒一樣跳起來。動作不規範讓波比跳感覺十分艱難且沒有效果。乾淨利落的波比跳則感覺很有力。完成一個波比跳和玩轉波比跳之間有很大區別，這就是自如完成一個搏腹跳的樣子。你站得挺直，雙手穩穩地放到地板上，跳躍或踏步，把雙腳移至穩固的平板支撐姿勢，臀部保持水平，核心繃緊，不塌腰。你做俯臥撐，保持胸部貼地。你向後跳躍或將雙腳踏回至雙手位置，屈髖蓄力，然後雙臂高舉，猛地跳起。每個動作環節都是刻意為之，每個轉換都是可控的。地板不是你的敵人，而是你重整身心的起點。初學者可以完全去掉跳躍動作，可以從膝蓋開始做俯臥撐，回到平板支撐姿勢，邁步向前，然後站起來，舉起雙臂。這就是一個蛙跳動作，簡單拆解給你看。注意在平板支撐時保持髖部水平，全程保持核心用力。開始做3組，每組5次，組間充分休息。中級，把跳躍動作加回來，但要保持合適的節奏。你不是在比賽，而是在有意識的行動。每個動作都應該和第一次看起來一樣。目標做3至4組，每組8至10次規範動作。如果你的動作變形了，停止這組訓練。動作潦草的 burpee 不過是多了幾個混亂而無序的步驟。進階版加快節奏，在跳躍頂點加入抱膝跳，或者穿一件輕便的背心。你也可以嘗試爆發式引體向上，每次完成時跳到橫桿上做一個完整的引體向上。這種組合是接近全面身體壓力測試的最佳方式。波比跳就是能幫你看清自己的身體狀態，不躲藏，不偷懶，真實完成每一個動作。但他們還培養了大多數鍛鍊無法帶來的能力。你對身體能應對意外需求的信心，50歲以後這一點尤為重要，並且為最後一個動作做好了完美準備。因為接下來的动作需要同樣的全身意識，只是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從頭到腳緩緩降到底板，再回升起來。土耳其起身是力量訓練中最接近全身診斷工具的動作之一。海豹突擊隊不僅將其用作鍛鍊，還用作運動評估。如果你無法做到乾淨利落的起身，說明你身體的某個部分溝通不暢。這個緩慢而刻意的動作反映出髖部無力、肩部不穩定、核心控制力不足和活動受限。對50歲以上的男性而言，這些信息價值連城，
因為在起身時出現的問題模式，正是導致現實生活中摔倒、背痛和肩部受傷的原因。大多數人其實完全沒意識到這一點。土耳其起身看起來像是地面練習，但其實不是，這是一個從地面開始的站立練習。每一個從地面到肘部、肘部到手、手到膝蓋、膝蓋到站立的過渡，都要求你的肩膀穩定地承受頭頂上的重量。當你的整個身體在它下面重新組織時，大多數50歲以上的男性從未以那種方式鍛鍊過肩膀。這正是這個運動修正了其他一切所忽視的問題的原因。接下來動作流程是這樣的：你仰臥，手持壶铃推向天花板，動作轉換過程中保持完全控制。起身，將腿掃向後方，站直身子，然後按相反順序，每一步慢慢回到地面，全程保持手臂鎖定在頭頂上方。完成一次動作應當用時30至60秒。如果動作快於此，那就是你在急於求成，而急於求成時，好處就会消失。初學者应從不加重量開始，先用鞋子套在拳頭上來培養頭頂支撐的感覺，然後再逐漸加上負重。準備好後，使用8到12磅的重量。中級者選擇16到20磅，每側做2到3次，感受每一塊肌肉與下一塊肌肉相互配合的狀態。使用53磅以上的重量，每次轉換動作暫停3到5秒。這正是深層穩定肌力所在，是任何機器都無法幫助你培養的。土耳其起身教會你的身體在50歲後急需的一件事：如何有控制的和自信的從地上站起來。這正是這4個動作的作用所在。鍛鍊真實力量，農夫行走、引體向上、波比跳、土耳其起身。訓練是為了看起來有能力，還是為了真正具備能力？今天就挑一個動作做吧。如果這讓你眼前一亮，別忘了訂閱並點擊提醒鈴鐺哦，因為接下來的一切將挑戰你對50歲以後健身的所有認知。